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岁月安心站，我是陈海霞。今天咱们聊一件和您钱包息息相关的大事，它关系到咱们辛辛苦苦攒下的那点积蓄，到底还值不值钱？咱们海外华人都有个习惯，手里喜欢留点现金，总觉得账户数字是虚的，攥在手里的钞票才实在。逢年过节的红包，平时打零工收的钱，亲戚给的生活费，不知不觉就在家里某个抽屉或鞋盒里攒下了一沓美元。您家是不是也这样？但是陈海霞今天要给您提个醒，从2026年3月1日起，银行关于现金的新规将正式实施。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即将发生的事。如果您家里藏着某几种特定的美元，晚一步处理，您的积蓄可能真就变成废纸了。咱们一辈子省吃俭用，最怕什么？不就是怕钱没了，怕辛苦攒下的血汗钱打水漂吗？今天这期内容就给您讲清楚哪几种美元必须赶紧处理，为什么好好的钱会作废，咱们该怎么保住自己的血汗钱。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对您身边的亲戚朋友有提醒作用，请您先点亮屏幕下方的那个小红心，关注下岁月安心站，或者在评论区里打个我要留心。如果您试的一次刷到陈海霞的视频，别忘了点个关注，这样以后每次讲这些跟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要紧事，您都能的一时间收到通知。好，咱们现在就把这事儿一件一件的揭开。首先，咱们得搞清楚为什么2026年3月1日这个日子这么特殊，这背后其实是全世界金融体系正在发生的一个巨大变化。咱们都知道，现在大家都用手机支付，刷银行卡，现金用的越来越少了。但是现金作为最古老的货币，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国家的信用背书。只要有强大的信用保障，货币其实也是可以不分国界的，像美元这样的国际货币，信用就是它的命根子。可是根据最新的消息和金融监管的趋势，对于美元现钞的管理正在变得越来越严格，特别是针对那些已经退出流通市场的旧版纸币或者是严重破损的钞票，银行的处理方式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第一类最危险的就是那些已经停止流通的旧版美元。大家可能不知道，美元的版本也是在不断更新的。每隔一段时间，美国政府就会发行新版的钞票，增加更多的防伪技术，同时逐步回收旧版的钞票。如果您的抽屉里还压着那种90年代甚至更早版本的，颜色都跟现在不太一样的大面额美元，那您就得竖起耳朵听了。就拿1928年到1995年发行的小头版美元来说，国内很多银行早在前几年就已经不再兑付了。虽然这些旧版美元在美国本土依然可以永久性流通，作为法定货币使用，但问题是，咱们大多数人短期内也不会专门为花点钱跑一趟美国吧。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您拿着这些旧版钞票去本地银行存或者换，银行的处理态度会越来越谨慎。以前即使旧版停止流通了，银行通常也会给大家一个比较长的缓冲期，或者可以通过特殊的兑换渠道去换。但是从2026年3月1日起，这个口子可能会被彻底堵上。新的规定实施后，很多银行网点将不再有义务为那些过了回收期限的旧版纸币进行兑换。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您手里那张100美元的旧版钞票，如果不能兑换，它就真的只是一张印了图案的彩色纸条，除了留作纪念，在商店里花不出去，在银行里存不进去。第二类要特别留意的是那些破损严重的美元。咱们有些老伙计习惯把钱藏在特别隐蔽的地方，比如压在床板底下，塞在墙缝里，或者埋在后院的花盆里。时间一长，您想想，钞票是什么做的？是纸张，虽然它有一定的韧性，但它怕潮、怕虫、怕火烧。我就听说过这样的事儿，有老人把攒了一辈子的钱藏在铁盒子里，埋在地下，等过几年挖出来一看，受潮发霉了，纸币都粘在一起了，或者被虫子咬出了洞。这种情况在金融术语里叫做残损货币。根据美国财政部驻印局的规定，残损货币指的是那些损坏到只剩一半或更少，或者因为损坏严重而价值存疑，需要专家鉴定的钞票。以前对于这种残损币，咱们还可以拿到本地银行去碰碰运气。
银行的工作人员会根据残损的程度，小心翼翼地帮您拼接、鉴定，然后按比例给您兑换。比如说，只要能拼出超过一半的面积，通常就能全额兑换。但是新规实施之后，情况变了。美联储早就明确规定，他们不接受残损货币的存款，这意味着本地的商业银行也不再敢轻易接手这种烂钱。您必须把这些破损的钞票直接寄到华盛顿的驻印局残币处理部门，由那里的专家来鉴定。这个过程繁琐不说，时间还特别长。如果您的钱是因为霉变、虫蛀、火烧等原因导致碳化、缺失严重，或者您自己试图用胶水粘、用胶带贴，都会给鉴定带来很大困难。更关键的是，如果剩余部分不足 50%， 又没法证明缺失部分已经完全损毁，那对不起，1分钱都换不回来。到时候那些被虫咬的千疮百孔的钞票就真的只能是一堆废纸了。第三类也是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类，就是那些特定版本的带有潜在召回风险的大额钞票。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曾经流通过的面值较大的1000美元、500美元，甚至更早的1万美元纸币。虽然这些纸币极其稀少，大部分都在收藏家手里，但谁也说不准家里的老辈人有没有留下什么传家宝。这些大额纸币虽然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但在实际流通中早就消失了。而且根据最新的监管趋势，所有进入残损类别的钞票，无论面值大小，只要是有切口、撕裂、褪色、无法清晰识别面值，都会被暂停流通。新规可能会对这类异形面额的现金在银行体系内的处理做出更严格的规定。如果您不懂行，拿着它去银行，银行不仅不会给您按面值兑换成普通钞票，甚至可能因为无法识别或政策限制而拒绝处理。听到这里，可能有的朋友心里开始打鼓了，你别光说吓人的，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我赶紧回去看看还不行吗？行，当然行，但现在看已经有点来不及了。咱们再往深了想一层，为什么银行突然间对现金管得这么严？这背后的原因其实是为了打击洗钱和非法交易，确保国家货币的安全。您想想，那些坏人想转移资产，最常用的手段是什么？就是提着成箱的现金。所以监管机构要堵住这个口子。但这一堵就容易误伤到咱们这些老老实实过日子、喜欢攒点现金的普通人。而且除了现金本身的版本和破损问题，还有一个跟现金使用习惯息息相关的隐形杀手，那就是从2026年1月1日起，美国正式实施的所谓汇款税。大而美法案中的第304条明确规定，对所有使用现金、汇票、银行本票等实物载体进行跨境汇款的个人，征收固定税率 1% 的联邦汇款税。这意味着，如果您习惯去唐人街的线下门店，拿着现金填写单据汇款回国，每汇出1万美元，就必须额外支付100美元的税费。这笔钱可不是手续费，是实打实的税务成本。服务商只是代收代缴的角色，最后这笔钱要上交给国税局。想想看，辛辛苦苦赚的钱，就因为用了现金汇款，平白无故少了 1%， 冤不冤？这对于经常需要给国内亲戚寄钱的华人朋友来说，绝对是个不小的负担。好，咱们把风险说透了，接下来要告诉您，怎么趁着这最后一点时间，赶紧补救，把废纸变回真正的钱。咱们刚才说了3类高风险现金，那是不是所有的美元现金都不能要了？当然不是。美元作为世界最主要的储备货币，绝大部分还是坚挺的、安全的。关键就在于咱们要把那些有问题的挑出来，赶紧处理掉。那咱们该怎么处理呢？给大家总结了3个步骤，您记住了，这叫一看、2换、3存。第一步，看，就是现在、立刻、马上关掉电视，让家里人都行动起来，把家里所有藏现金的地方都翻一遍，无论是大衣柜的夹层，还是书柜里的旧书里，或者是那些铁盒子、饼干盒，全找出来。把所有现金都摊开在桌子上，一张一张的看。看什么？第一，看版本。您把这钱对着光看，看看上面的发行年份，看看头像和现在的美元有没有明显区别。如果看着就觉得这钱就跟平时花的钱不太一样，那就要警惕。第二，看品相。
看看有没有受潮、发霉、破损、虫咬，或者是不小心混在洗衣机里洗过，变得模糊不清的。把所有这些可疑的钞票单独挑出来，放在一个信封里。第二步，换。这是最关键的一步，也是跟时间赛跑的一步。您挑出来的这些问题，现金必须要在2026年3月1日之前拿到银行去处理。我的建议是不要拖到最后一天，最好就在这1-2天赶紧去。怎么换？您要亲自去银行柜台找银行的工作人员。如果您手里的钱是旧版但品相完好，您就直接跟柜员说，我想把这些旧版的美元换成新版流通的美元。一般情况下，如果还在银行的可兑换范围内，他们会帮您办理。如果您手里的钱有轻微破损，比如缺了个小角，或者有一道小裂口，也一并拿过去，问问能不能兑换。但您要记住，如果破损非常严重，比如剩下一半都不到，或者严重烧焦碳化，那银行柜台是办不了的。您得按照美联储的指引，把残币寄到华盛顿的驻印局去。这个程序比较麻烦，需要填写表格，说明破损情况和原因，然后等待专家鉴定。所以能现在换的，千万别拖到以后去走那个麻烦的流程。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去银行处理这种事情，一定要带好自己的身份证件，也就是护照或者美国驾照。同时，咱们要诚实，当银行工作人员问起这些钱的来源时，咱们就如实回答。比如说，是家里老人留下的，是自己多年积攒的。不要因为紧张或者担心而说谎。您越是坦然，银行的工作人员就越能理解您的情况，越容易帮您解决问题。千万不要想着为了避免麻烦，我今天去这个银行存一点，明天去那个银行存一点。这种化整为零的做法在银行系统里是会触发警报的，反而会把简单的事情变复杂，甚至给自己招来不必要的调查。第三步，存。如果您把这些现金换成了新版的安全的美元之后，陈强烈建议您不要再把它们拿回家藏着了，直接就在银行开一个账户，把这些钱存进去。现在已经是数字化时代了，钱存在银行的账户里才是最安全的。当然，有的朋友可能会说，我就是习惯手里有点现金，心里才踏实，把钱全存进银行，我看不见摸不着，我睡不着觉。这个心情我太理解了。那如果您实在想留现金在家，您一定要确保您留下的现金是崭新的，正在流通的版本，并且要妥善保管。买一个防火防水的小型保险柜，把现金放在里面，然后固定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千万别再往床底下塞了，也别再往墙缝里藏了。您得为您的钱负责，为您的养老钱负责。说到这儿，可能又有朋友要问了，我手里的现金都是好的，没问题。但我之前从国内汇过来的钱，或者我每年给国内亲戚寄的钱，会不会也有影响呢？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现金管理新规是一方面，跨境汇款又是另一方面。现在确实也有不少变化。比如，如果您想从美国往国内汇一笔钱，如果您还像以前那样拿着现金去唐人街的那些换汇门店，或者去银行柜台办理，在新规之下，您可能要多交一笔钱了。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对于使用现金、汇票这类传统方式进行的跨境汇款，要征收 1% 的联邦汇款税。也就是说，您汇1万美金，可能就得交出去100美金。这钱交得冤不冤？其实这是监管为了追踪现金流而设置的一道门槛。但咱们普通人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开这笔额外的开支呢？办法也是有的。而且特别简单，就是用咱们现在的数字化手段。法律规定，通过电子化的方式，比如直接用银行卡网上转账 AAH 整账，或者通过一些正规的持有金融牌照的手机应用程序来汇款，是不在这个征收范围内的。因为电子化交易完全符合政策规定的免税标准，所以也建议大家以后如果需要给国内汇钱，就尽量别抱着现金去柜台了。让儿女帮您在手机上下载一个正规的汇款软件，比如熊猫速汇这种持有美国 MSB 牌照、受金融犯罪执法局监管的正规平台，绑定美国的银行卡，手指一点，钱就过去了，又快又安全，还能省下那 1% 的冤枉钱。而且从2026年开始，中国那边对单笔等值1000美元以上的汇款审查也更严了，需要完整的身份信息和用途证明。
用电子渠道汇，这些信息在系统里留痕，反而更合规，免得以后被查。咱们回过头来再说说手里的现金。我知道有些老伙计可能会觉得，我这点钱银行不至于盯着我吧，我悄悄藏着能有什么事？咱们千万不能有这种侥幸心理，规矩就是规矩，它不会因为您钱少就不执行。3月1号之后，您再拿着那些旧版钱或者烂钱去银行，不是银行工作人员心狠不给您办，是系统里根本过不去，是总行下来的规定卡住了，他们想帮您也帮不了。有些银行可能还会以故意行为所致的钞票损毁为由拒收，比如钞票上有涂鸦、被阶层或者被烟雾污染，这些都属于不予收兑的范围。到那个时候，您手里的那些钱就真的成了死钱。您可能会说，那我留着当纪念，但如果那是一大笔钱呢？如果那是您大半辈子的积蓄呢？您真的甘心吗？陈海霞做岁月安心站这个频道，就是希望用咱们都听得懂的大白话，把这些跟咱们生活息息相关，但又容易被人忽视的要紧事给讲清楚。咱们不制造恐慌，咱们只是信息的搬运工，帮大家提前看到风险，提前规避风险。咱们辛辛苦苦一辈子，不就是图个老有所依，钱有所值吗？好了，朋友们，在视频的最后，咱们再画一遍重点。看完视频，不管多晚，立刻去检查家里的现金。记住那3类危险分子：旧版美元、破损美元、超大面额美元。如果有，明天或最迟后天带上证件去银行换成新钱或存进账户。这事宜早不宜迟，晚一步可能真来不及了。这4种情况，请您对现金格外小心。第一，家里有喜欢藏钱的老人，晚辈一定要帮他们把把关。第二，从国内带来压箱底多年的美元，赶紧拿去银行验明正身。第三，做小生意常收现金，要学会识别版本和品相，太旧的当场请顾客换一张。第四，千万别把破损钱用胶水粘货，用纸拼接。根据美国法典第18章333条，故意损毁货币意图使其无法流通，可能面临罚款和监禁，得不偿失。咱们生活在变化时代，新规层出不穷，改变不了规则，但可以让自己更警醒，更有智慧。保护钱袋子就是保护晚年尊严。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如果您觉得这期内容对您有用，帮了大忙，请您千万不要吝啬，给陈海霞点个大大的赞，然后把这条视频转发给您身边所有你在乎的亲戚朋友。也许您的一次转发就能保住他们一辈子的积蓄。咱们在岁月安心站就是要互相提醒，互相搀扶着，把这日子过得明明白白，踏踏实实。感谢大家的收看，我是陈海霞，咱们下期视频再见。祝大家身体健康，积蓄安全。